话接上回，姜老头带我来到了罗马市，找了家茶馆，就等人来和我们做生意了。不一会儿，一个看起来跟刺头似的年轻人开始大啦啦地朝着我们这桌走了过来。看那人走了过来，我的心立刻有种莫名的紧张，夹杂着兴奋。这是要找我们做生意了吗？毕竟任何未知的东西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都是充满了吸引力的。相对于我的兴奋，姜老头则淡定了许多，连看向窗外的眼光都不曾转一下，只是端起杯子来，淡淡的喝了一口茶。那年轻人走过来坐下了，对着我做了个鬼脸，惹得我嘿嘿直笑，心说这人看起来就跟小流氓似的，人还不坏。大爷，你这情况还真少见哦，带着个娃娃来跑生意。那年轻人挺热情的，一来就拉家常，说话间就拿出一包红塔山，抽了一支递给姜老头。红塔山啊，高级烟，我虽然来自小山村，这点见识还是有的。我所在的村子逢年过节人们才舍得抽个红梅，这要谁家谁忽然拿包红塔山出来打桩，那绝对够村子里的人们议论个一两天，猜测背后的故事的。我以为姜老头会接过去，他平常偶尔也抽个旱烟不是，可姜老头连表情都没变化，就挡住了这年轻人递烟的手，摸出他的旱烟杆，说道：不了，我都习惯抽这个了。年轻人脸上露出一丝尴尬，一时间不知道说啥，就只能沉默着看姜老头点起旱烟。不消片刻，我已经熟悉万分的旱烟叶子味道就在这里缓缓地升腾而起。闻着这味儿，那年轻人却奇怪地抽了几下鼻子，重重地吸了几口气儿，带着一丝诧异地说道：大爷，你这旱烟叶子不一般啊，闻这味儿就知道醇厚，还有一股药香味儿，是加了啥特殊香料吗？你懂这个？我师傅这时表情才有了一丝变化。那年轻人挠挠脑袋说道：也说不上。我师傅也好这一口，平时闻多了，也听他说的多了，就懂了一些。其实这旱烟啊，比香烟带劲儿，就是好烟叶子。我无聊地趴在了桌子上，感情这年轻人是个话痨，看别人都是三两句话就简简单单地决定了要不要交易。来两口，姜老头把旱烟杆子递了过去，那年轻人毫不客气地接过，逮着就啪嗒啪嗒吸了两口，那表情非常沉迷。姜老头拿过旱烟杆，平静地说了句：刚才就看你在吞口水了。可那年轻人一听，立刻就被呛着了。我倒是习惯了，要说我师傅别的本事倒也罢了，这忽然开口把人气死憋死的本事却是一流。等年轻人咳完了，那姜老头才问道：你师傅哪个？马荣贵，外号马独独，大爷你听说过没？对了，我都还没自我介绍，我姓曹，叫我曹二就好，我是我师傅的二徒弟。原来那年轻人叫曹二，马独独，一只眼睛看鱼比两只眼睛都毒的马独独。呵，倒也算个懂玉的人。姜老头吸了口旱烟，说起这个人神色倒也平静。你还真晓得我师傅？那曹二吃了一惊，喃喃地说道：师傅教的看人办法真准，一向就让我像到个懂行的种。既然这样子，大爷我们也不多说了，我都懒得问你有色没色，开门货还是私货了，我们出去看货。姜老头摇摇头，悠闲地出了口烟，说道：免了，我这货你看不出名堂，你去吧。大爷你不要看我年轻撒，我跟我师傅是2年，这股我手的好活没有100也有80了。曹二可不死心，他是个江湖老油子了，几句话就让他认定了姜老头身上可能有了不得的好货。我懒得骗你，我手里这东西你师傅都看不出名堂，你去吧。姜老头根本不为所动。曹二在旁边有些着急，咬了咬牙。曹二说道：大爷话也不能这么说，这样吧，当我一个不情之请，你那货千万留着，我去叫我师傅来，要不了多久的，最多半个小时，一定到。姜老头不知可否，曹二匆匆忙忙跑出去。我眼尖看见几个站在楼下的茶馆伙计都露出了一丝诧异的神色，还有一个匆匆忙忙上楼了。师傅，我们就在这里等他师傅来吗？我也不知道姜老头葫芦里面卖的是啥药，我说了，他师傅看不出啥名堂的，我这是在钓大鱼呢。我找上门的和别人自己上钩的价值可不一样，你就好好等着吧。姜老头神秘莫测的装高深，
我在心里暗暗嘀咕了一句，也就不再问了。20几分钟一晃而过，令人诧异的是，自从那曹二来和我们谈了几句后，我们这一桌开始分外的热闹，几乎每隔2分钟就有一个人过来搭讪，几乎都是那几句话：开门货、有色的、私货、新货、原始。反正无论那些人一开始咋问，姜老头都只一句话就打发了：这货你们看不了。这一出唱的，整个茶馆的人都注意到我们了，就连有些卖货的都开始向别人打听我和姜老头啥来路，这兜里揣的是个啥货色。这时曹二也回来了，跑得气喘吁吁的。他到茶馆门口，先也不急着进来，而是恭敬地等在门口，让一个人先走进来了。走进来的是个老头，头发稀稀疏疏的，全部给他梳来贴头皮上，戴一副那时比较罕见的有色眼镜，穿的是一身白绸布的短袖唐装，还颇有几分老学究的味道。他一进来，茶馆里立刻安静了很多，那些跑来跑去问货的串串几乎都闭口不言了，看着这人，眼中带着几分尊重。待到他跟着曹二来我们这桌坐下，周围才有了小声的议论声：独爷亲自出马了哦，这是近1、2年都不可能发生的事啊。我就说那老头身上有重气，师傅就是这位大爷。他说他身上的货我看不了，师傅你可能也看不了，我就把你给请来了。曹二殷勤地给马独独扇着风，一边扇一边说着。马独独倒也不动怒，只是望着姜老头说道：可能你的货我真的看不了，但我这个人贪个稀奇，也有话说，过活到老学到老，我想请你老人家去2楼，你的货让我过个眼，学习一下可好？那马独独的话说的倒也客气，可话里那不服气的意思可就重了。这在江湖上跑着，在行业里立着的人，其实是把一生名声看得比什么都重的。也在这个时候，一个貌不惊人的中年人在茶馆伙计的指引下下楼了，径直走向了我们这桌。姜老头嘀咕了一句：狗日的，早不下来，晚不下来，这个时候才下来，害老子坐了1个多小时，这面子比屁股还大。这话声音不大，可在桌上的人都听见了。马独独只是脸色不好看的说了句：还有蓝胡的嗦，看来有了好货，这也不讲规矩了。马独独可以如此，可是曹二却被口水呛得直咳嗽。姜老头的话他师傅可以不在意，毕竟江湖地位在那儿了。他曹二听了可是惊着了，这下来的就是这茶楼的老板，这川地儿收货这一行里都响当当的人物。曾经这地下生意行当的瓢把子云宝春，也就云豹子的独子云小宝。但是啊，就这么一位人物啊，这大爷完全不把人家放在眼里，还敢调侃说人家面子比屁股大。那马独独进来坐下后，人们还敢议论2声，可这中年人下楼，直到坐在了我们面前，人们都不敢议论，只是探寻的眼光不断地看向此处。鄙人云小宝是这家茶馆的老板，能不能请几位到2楼去坐坐？那中年人一上来就和善地微微一笑，一张口就自我介绍了一个，然后就邀请我们到2楼去。师傅，这2楼有啥呀？他们咋都叫我们去2楼呢？我有些不解，直接当面就问道。有师傅在身边，我觉得自己啥也不怕。这2楼上是单独的小间茶室，方便谈事儿。姜老头咬着旱烟杆，不咋在意地说道。可姜老头不在意，有人却很在意。马独独说话了：小宝，就算宝春兄在，也不能做这蓝胡的事情吧？在这条道上走的，哪个不晓得宝春兄是最讲规矩的一个人？宝春兄是哪个？我在旁边小声地问着师傅。这一问，茶馆伙计立刻狠狠地瞪了我一眼。曹二直擦冷汗，马独独露出一丝感觉有趣的微笑，云小宝则不动声色，还是一副沉稳温和的样子，笑着。至于我和姜老头，哪能是吃亏的主？2人立刻步调一致地一瞪回去。那伙计抗不住，立刻咳嗽2声，把头转了过去。他瞪得赢我们吗？开玩笑，我和师傅哪天没有因为无聊大眼瞪小眼啊？咱可是练过的，哈哈，好耍好耍。这位马爷口中的宝春兄叫云宝春，就是家父。云小宝看得有趣，干脆自己大笑了2声，回答了我的问题。我哦了一声，又趴桌子上了。平日里老是听姜老头讲古，这古人的智慧见多了，
那马老头的意思我也明白一些，不就是说人家父亲讲规矩，提醒当儿子的也要讲规矩吗？果然，云小宝转头对马都督说道：“马爷，我们云家能得到一些名声，最讲的就是一个规矩，哪能做蓝狐这种事情难？只是这位爷怀揣重器，这楼下实在不方便谈，才邀请你们几位上楼。马爷，生意人人都做的，你看这样要得不？如果这位爷愿意，他的东西可以先拿给你长眼，你要认出了东西，给个合适的价钱，这位爷满意了，我们云家也就不插手了。如果你们谈不成，我们云家恰好识货。”那马都督也是极其自负的人，立刻拍了一下桌子，说了句：“好，就那么办。”这时姜老头嘿嘿笑了2声，说道：“两位有意思，我没开枪，你们就把生意给我定了。好，我这东西凭你们2个可能还看不出个道道来，不过试试也可以。”说着就牵着我的手率先朝2楼走去。这番话说的不是不狂，可是那云小宝、马都督摸不清楚我和姜老头的背景，也都是老奸巨猾的人，竟然各自笑了笑，忍了下去，跟着上了2楼。到了2楼，果然是一间间的小茶室。云小宝吩咐开了一间最幽静的，就带着大家进去各自坐定了。这其中最忐忑的就是曹二，他平日里哪得机会上2楼来见识？听说这上面的交易是每一笔都惊人。今天不仅上了2楼，周围还尽是一群大人物，他觉得自己算烧了高香，能来见识一番了，可咋能不忐忑？坐定不到3分钟，一位茶伙计就捧了一壶热茶、几个杯子过来。云小宝身为主人，自然亲自为大家斟茶，并介绍道：“也算不得啥子好茶，就是一般的明前茶，大家将就喝。”云小宝亲自斟茶，还是喝的这产量稀少的明前茶。曹二已经被弄得诚惶诚恐了，马都督的脸色也算平湖了很多。就我和我师傅，一副很随意的样子。师傅听闻是明前茶后，就说了一句：“是一般。”我喝了一口之后，则说道：“师傅，没我们的茶好喝。人云小宝那好的修养，听闻我们师徒俩的话以后，都觉得脸有些控制不住的抽抽。估计这俩师徒不是那种土不拉几家欠抽的人，就是背景极其深厚。”云小宝可能固执地以为我一小孩不懂茶，才觉得自己家的大碗茶好喝吧。马都督喝了一口茶之后，有些按捺不住了，看那样子是要急着开口了，却不想将老头嘿嘿笑了一声，说道：“东西你们随便看，但是话先说在前面，你们要是认不出，就叫云宝春来吧。这事儿不用宝春兄出马了吧？应该不用请家父来。”马都督和云小宝几乎异口同声地说道。姜老头也不说话，一伸手把怀里的玉摸了出来，很随意地扔在了桌子上。在将老头扔出玉的同时，桌子上的3双眼睛就开始死死地盯着那玉了。就看了不到1分钟，这3个人的脸色都古怪了起来，特别是曹二，那嘴巴几乎张成了 O 字形，这是极度吃惊的表现。曹二不敢乱说话，倒是马都督一把抓起那玉，翻来覆去的看了半天，越看脸色越古怪，最后竟然隐隐有些发怒。他望着姜老头说道：“这玉的质地还是好的，但也不是特别出色，就是羊脂白玉，是新料，不超过50年，更不是什么古玉了。唯一的亮点就是这水色出奇的好，估计是懂得玩玉的行家特别的玩过，让玉这样温润。但是，姜老头笑眯眯地看着他说道：“别但是了，这玩意儿是我雕的。”的确，他这话一说，我都有些不好意思。这玉就做成了一块玉牌的样子，还是不规则的，一面刻着一个歪歪扭扭的福字，另一面刻着一个身材比例极不好的胖娃娃，跟简笔画似的。原本胖娃娃不是鲍鱼吗？这玉牌上的胖娃娃抱着的是一个土豆形的东西。我问过师傅这是啥，他说想刻个鱼的，实在做不来这细活，就刻了个轮廓，大致就这样。糟蹋玉，简直是在糟蹋玉，难怪你说我看不出名堂。马都督把玉往桌子上一放，气哼哼的，看样子这个人也并不完全是为了钱，确实是个爱玉之人。估计是因为刚才姜老头表现得太过神秘，他摸不透背景，才没有当场发作。其实我心说，你要是知道了我师傅想吃火锅了，
就在玉上刻个火锅二字，还有一块玉上刻着什么涮羊肉，你不得疯了呀？这块玉好歹也整了个吉祥的福字吧？云小宝的眼中也全是疑惑，不过他还是伸手拿起了桌上那块玉，问道：马爷是看过了吧？废话，明摆着的事，你还用问？马独独说完后哼了一声，得到马独独的肯定后，云小宝才仔细端详起这块玉来，当然看见我师傅那儿细一样的雕工，他还是忍不住皱眉。他这一看比马独独看的就久了很多。10分钟后，他轻轻地放下这块玉，有些疑惑地说道：明明就是普通的羊脂白玉，却给人感觉灵气十足，那润色儿让人爱不释手，也不知道是哪家玩玉的高手把玩出来的玉，但这些东西都是缥缈的，毕竟玉这种东西都是无价的，一块普通的玉，遇见玩玉的高手也能把玩得温润可人，那么这块玉在他心中就是无价之物了。这位爷，你是要告诉我们这个意思吗？你是个玩玉的高手，我以为你能看出啥来，原来看法还不是和我一样。马独独又气哼哼地说了一句，将老头却不依了，说道：玩个屁的玉，你说那些玉都是养出来的，你不懂，让云宝春来，这话可不客气。见识了玉，云小宝很疑惑，这老头是不是故作神秘，到这儿来捣乱来了？可是他还是按捺住了脾气，说道：这玉基本就是这样，我自认不会看走眼，用不着请家父来了吧？如果这位爷是缺个路费钱啥的，我也少不得会帮衬一下，毕竟人在江湖，哪个没个困难的时候？也怪不得你们不识货，这块玉我肯出手，怕是你爷云疯子在世都会抢着要。你去请你的父亲来吧。只说一句话，老李的弟子上门了。江老头怒气冲冲地说道。云小宝脸色陡然一变，他父亲的名头响亮，可是到了这一辈儿，又刚刚经历了这10年不甚安稳的日子。知道他过世的爷爷云家金的人可不多了，何况云疯子这个外号，云疯子爱欲成风，而且爷爷早年的身份也不好摆台面上来说，用川地的话来说，就是个搞太和生意的，那是啥？自己下地去摸东西出来卖那种，就是盗墓的。云小宝沉吟了许久，脸色变了再变，最终他开口叫了人进来，说道：去家里把老爷子叫来，带个话，就说一个认识我爷爷，叫得出我爷爷外号，自称是老李的徒弟的人找。那茶伙计答应了一声，飞快地走了。一时间这茶室的气氛有些沉闷。云小宝转头望着马独独：你还不走？这玉你不是看出来了吗？我就不走，难得宝春兄要出手，我必须看到最后。云小宝闷了一下，不吭声了，只管低头喝茶。过了不到半小时，茶室的门被撞开了，一个老头几乎是冲进来的吼道：哪个是老李的徒弟？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，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我明日继续。